嗨，大家出来走个路啊！今天想聊一个话题，就是 be yourself。开始之前，想问一下大家你给自己打一个分吧，0到10分，你觉得在你的生活、工作、学习之中，有多大程度上是 be yourself 呢？你会给自己打几分？我来想一下我的吧，我觉得我大概6分，10分里边只有6分是be myself。你看，大家都说 be yourself， be yourself， 好像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对吗？你只要不要想太多，放松就好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 be yourself。像我太太谈论到她的抑郁症，她的家庭成长环境，我们有时候谈到一些思考，在评论区就经常会看到有人说不要想太多啦，放轻松啦，好像你看 be yourself 是不是一个超级简单的事情？但是一开始听到这句话并不会太当真 ，OK be yourself。第二次听到 OK， 它变成一个人生信条。这时候年纪可能更大了，30多岁呀，你受到一些生活的压力，你会告诉自己，对，就去做自己吧，增长了一些勇气。但是最近我又听到一次，是我和一个朋友 Joseph，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做成了节目，我说常常会感到要去遵循到自己的标准，尤其是一些道德标准，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那他告诉我说 be yourself， 这时候我有一种醍醐灌顶这么多人告诉自己，我也这么欣赏这句话 be yourself， 那显然 be yourself 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啊，说明进一步来想，我们是有多不 be ourselves， 我们是在装，对不对？我们一定是在扮演其他人，所以我才要最简单的让自己变成自己啊。哇，好吧，我直接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 be yourself 是不简单的，就好比说别人是一个杯子，他会告诉你说，哎呀，你就 be yourself 吧，你就做一个杯子就好了，想那么多干嘛？可是我可能却是一个漏网，我去装水，常常水就会漏出去，就达不到他们所要的效果。所以 be yourself 没有这么简单。be yourself 我觉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你要 know yourself。 你不 know yourself， 那你 be 的是哪个 self 呢？关于 know yourself 我后面还会再展开我就算 OK， 你是一只杯子，你有这个天赋只要去装水就好了，不要想得太多，不要拿它来吃饭，那你就是 be yourself 了吗？不，我们还有工作，我们还有生活。很多人讲在工作中你时常要扮演至少2个角色，一个是你自己，另外一个呢，你要讨好你的老板、团队。你在工作中有很多面，我觉得这句话或多或少是有道理的。当你突然站上台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当你给团队成员做 review 的时候，当你面对同事 challenge 的时候，你是你嘛？你必须有个身份要扮演。那在社会上就更明显了嘛。我们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在社会上呢，你有父亲的角色，有丈夫的角色，有儿子的角色，有社会给你的更多的角色，你的身份，你的什么什么社团的成员，哪个俱乐部的会员，你还有好多的角色。所以你哪个是真实的你，哪个你才会让你去 be yourself 呢？这里面没有一个定论 OK， 就算你也没有这个问题，你有一种天赋就是做好自己，你也没有多一个角色，你并不需要去隐忍，那么你就是可以做自己了吗？我觉得也不是因为我刚刚有谈到
我们首先要 know yourself， 在不了解自己的状况下的 be yourself， 我觉得可行，但是呢，是一种低级别的 be yourself， 你就回到一种婴儿状态，对吗？你看婴儿或者一个孩子小的时候，他一定是 be yourself 的，饿了就想吃啊，渴了就想喝嘛，困了就想睡啊，不开心了就哭，开心了也哭，或者是笑，非常非常简单。长大一点，他也是 be yourself 的，他以自己作为宇宙的中心，他以自己的喜好、见解、目光，他所听闻的事情作为正确的真相，那是一种 be yourself。那我们现在40多岁了呀，是否还要做这样的 be yourself 呢？我觉得不是。我有没有做过 be yourself 的事情呢？有，比如说，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想要学计算机，我把它学得很好，很不容易的拿到了一些证书。我选择了自己的大学专业，我选了，我觉得还也很开心，能够选那个专业，把它学得很好。我参加工作，我选择和我太太结婚，甚至于最重要的，我们到了大马，放弃了好多好多。每一个选择一定是有它理性的部分，我通过理性的思考，尽当时最大的能力去分析，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也有感性的部分，就它有一种，你会下定决心，甚至于突然启发到你说我要往这个方向选，然后呢，你又鼓足勇气去做了这个事情，有这样的部分，感性跟理性是结合的，在他们互相的加持之下，才能够做到 be yourself。这些我认为是我的 be yourself， 是不是出乎于一种婴儿状态的be yourself。不过我很清楚啊，虽然感性很重要，但我确定的不想要放弃思考如果是你放弃了自己主观的思考判断去做那种 be yourself， 说难听一点我觉得和行尸走肉没有差别，有时候它也是一种残忍。比如说在我们上海的时候在疫情的时候，你就这样吧，别人做的一定是对的，让你封着就封着嘛，让你关着就关着嘛，世界一定会美好， be yourself。 那它也是一种残忍，因为他没有把问题想透，没有付诸行动，是对自己的残忍，也是对周边人的一种残忍。所以如果你不经由思考，我觉得那跟蔬菜是没有差别的，蔬菜就不用思考这个会得到极大的快乐吗？我持怀疑的意见。 OK， 那么我们就要去完成2个事情了。刚刚有提，首先要 know yourself， 其次再要 be yourself。 我只说站在我的年龄因为在我是40多岁了，在我的年龄之下有 know yourself 的方法。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 Personal Mission Statement 应该就是写高效能人士7个习惯的同一位作者写的。他教你的方法，找到你的 personal mission statement， 那么你就要首先了解自己。他的方法是回到你过去生活的场所，回到你读书的地方，你工作的场所，再去看一看哪些令你开心，让你感到有成就，你在什么情况下选过什么，你讨厌什么。这个方法很有用。如果你不能回到，我想在大脑里回到也是可以的，你想象一下。然后呢，再做选择，你会更了解自己。为什么我说这是40多岁人的方法呢？是因为你太年轻的话，我觉得你的人生有无限可能，你并不会受到你过去已经做的事情来左右你的未来。你想做的事情也很重要，它们就像2个 vector 就是2个向量一样，过去的加上你未来的方向组合，形成为你未来的方向。那越年轻越是受到未来的影响，年纪越长，你受到过去的影响越大。你想做什么已经有作用，但它不会太重要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know yourself 的方法，就像苏格拉底讲的 know yourself， 可见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你到底是个碗，是个杯子，还是一个漏网？那么就先 know yourself 吧，大脑里回想一下，洗一个澡，出去走一段路，再冥想一下，在你有心境的时候，在你有这个心流和带宽的时候，把它们写下来，让它作为你的一个了解自己的手段。第二个呢，就是讲到 be yourself， 这个倒是面向未来啊。我最近用 Apple Fitness 的 meditation 冥想的时候，他们教会了我一个方法，我觉得非常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他先告诉你说，你不要去想象房间里的一个粉红色的大象，不要想，你会怎样？你还是会想到这个，这么怪的，长着粉红色颜色的一个大象 ，maybe 它在动 ，maybe 是一幅画。很多人听过这个故事，你的想象就是越是不要让你想的怪事情，你越是会想。但是它给我们的启发是视觉的重要性啊，就你的视觉是一个非常原始的细胞，你只有经由想象，你才能规划自己的未来。他说 OK， 你能想象到什么？你现在碰到的难题，你看我怎样去 be myself。我在想象的是当时我们 OKA 就是这个创业的主题，就告诉你，你尽情的想象一下，在哪个场景下，你们的生意会怎样？谁会出现？你在干嘛？我当时就在想，我可能会有很多的订单，我会拿订单拿到手软。这时候我就想到，那我拿的是什么呢？我想我拿的是一盒一盒的那种很大量的泡沫，那就要拿到手软嘛。所以我突然就想到，对，我应该做那种 bundle sale、bulk sale， 这样才能卖得多啊。那我应该去服务谁呢？他给到我一个很好的启示。接着他说，你要具体化，你在这时候把听觉加入，把嗅觉加入，你闻到了什么味道？如果你在那个场景下，你会听到一些什么样的声音？环境是怎样的？哇！我突然得到很大的启示。我听到的声音像学校的钟声，像市口各个闹市区的车水马龙的声音。我听到了客户的赞扬、赞誉。我闻到了各种各样的味道。那我们是否应该推出更多口味的鸡腿、鸡翅？我们是否应该走向更多的市场？哇，那个冥想是一个非常令人心绪不宁的冥想。我马上结束以后就想到要联系很多人，做出很多计划。OK， 我举这个例子啊，真不是业配啊，来讲我真的是想告诉大家，这是一种 be yourself 的方法，就是通过想象，从视觉开始，听觉、嗅觉，还有谁可以帮到你？你都把这些要素给纳入进来。OK， 讲这么多，我想讲的就是 be yourself。作为人类，那是几多不易啊！如果你是一只猫，你是一条狗，恐怕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复归于我刚讲的婴儿状态。但是作为人就很难。那么第一步 ，know yourself， 想象自己，回归自己，认可自己。去做，不要做那些不想做的，把这些自己能做好的事情做好，谦卑。第二步呢，就是用这些视觉、听觉的方法，尝试的面向未来，勇敢的做自己。我今天在走路，也跟大家啰嗦一下，祝愿你成功，好吗？